欢迎回来。周五，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副主任邓中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出席新闻发布会，从法理、道理等方面对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进行了解释。张晓明表示，香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没有退让余地。邓中华强调，2019年修例风波的乱局绝不能在香港重演。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晓明首先谈了5点看法。第一，这是修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必要之举。第二，这是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治本之策，有利于香港实现长治久安。第三，这是立足香港的实际情况做出的适当选择，有利于推进香港的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稳健发展。第四，这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第五，这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制度保障，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修例风波演变为社会动乱，充分证明香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涉及夺权与反夺权、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张晓明强调，现行选举制度的缺陷和它的不确定状态是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的催化剂。反中乱港分子登堂入室之后，肆意操弄政治议题，有些反对派议员滥用立法会的议事规则，采取拉布等手段以及一些不正当手法来阻碍甚至瘫痪立法会的运作，严重掣肘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港独分子、蓝草派以及那些挑战国家宪制秩序的人，不能算作爱国者，所以当然不能够允许不爱国的人，特别是反中乱港分子，再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架构，不能允许反中乱港分子继续堂而皇之的坐在立法会的议事大厅里面。有一个都嫌多。张晓明表示，完善后的选举制度只是将不爱国者排除在香港的治理体系之外，但这并不代表将所有的反对派或者说是泛民派排除在外，所以并不需要担心失去批评政府的声音。张晓明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比喻成微创手术。他表示，这次香港的选举制度动了手术之后，香港民主制度的机体会恢复健康，香港社会的活力会充分释放，香港居民会更加安居乐业。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同时还澄清，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绝不是所谓倒退。这次全国人大决定设立的选举委员会是一个新的制度架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依照完善后的选举制度选出的立法会，也能更好地代表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的部分议员，这样的做法原来就有。那么对这些做法呢，香港市民呢是非常熟悉的。只要总的方向和趋势是扩大民主，能更好地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保障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福祉，这样的办法就是好的办法，这样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而对于选举委员会组成的问题，特别是当中增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作为第5界别，邓中华表示，增加全国性团体中香港成员的代表，是考虑到这些香港人士参与全国性团体的活动，他们对国家事务有比较多的了解。第5界别的这些人士，他们的国家意识强，由他们担任选委会的委员，有利于在选委会中强化国家的元素，把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香港的利益有机的
结合起来。此外，香港基本法附件1的第7条和附件2的第3条，以及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规定了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5部曲程序。而此次中央以决定加修法的方式，直接出手修改2个产生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表示，采取决定加修法的方式修改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是经过反复研究，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做出来的重要决策。他特别提到，早在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经作出决定，明确规定2017年第5任行政长官可以实行普选。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再次作出决定，进一步规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普选的路线图、时间表。但令人遗憾的是，正是反中乱港分子利用基本法当中的5部曲程序，否决了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导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目标遥遥无期，无法实现。事实表明，如果不从根本上堵塞住反中乱港分子进入政权机关的制度性漏洞，5部曲程序实际上是名存实亡，走不通的。决定加修法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运用宪法权力，在国家层面上来构建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选举制度。它的根本目的啊，就是正本清源，确保爱国者治港，恢复宪制秩序，提高管制效能，为一国两制啊行稳致远啊奠定下呢坚实的制度性的基础。张勇还表示，中央在研究起草全国人大决定的过程当中，十分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一些法律专家共同成立了一个专门起草班子，反复研究、广泛调研。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多次征询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立法机关负责人，还有香港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有关部门还专门在深圳连续召开了多场座谈会，直接听取各界的意见和建议。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期间，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对决定草案又进行了反复的审议，提出了不少完善性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全国人大决定的授权，在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1、附件2的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继续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继续加强与有关方面的沟通协调。而对于全国人大通过涉港决定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的抹黑炒作，张晓明言辞批驳了这种双标做派。据我所知啊，美国自身也是有非常严密的防范外国干预选举的这样的一些法律规定，也包括最近美国的这个国会众议院是吧，刚刚通过了一个关于选举法律修改的这样的一个议案啊，所以这就我们要自然的叫反问了是吧？为什么他自己啊可以根据需要啊来随时对这个选举法律进行修改，却对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这个法律的修改如此的感兴趣啊，如此的神经质啊，如此的横加干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国新办就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相关重大决定举行专场发布会。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的各种硬气表述全网刷屏。他也在回答央媒记者提问时特别谈到，因涉港问题被美国制裁，我们都深以为荣。您对此如何看？是的，美西。那么选择及立场，今天啊，在你我他的朋友圈里，大概呢都可以刷到张晓明谈香港、谈选举制度改革的众多金句，在各种刷屏。那么在我看来呢，这样一种全网大规模的传播本身也是民意在涉港重大议题上的一种自然流露，是不自觉但又是呢可以预期的共情传递。比如呢，强调绝不允许反中乱港分子继续坐在立法会议事大厅，他特别说到一个都嫌多。又如呢，在谈到所谓制裁话题时，张晓明笑称我们都深以为荣。张晓明本人呢，也正是美方所谓的制裁对象，所以他的这一番硬气回应就更加能够触动听者。
张晓明此前在修例风波期间，曾经在深圳召开座谈会，专门听取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他在开讲之初就明确要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天呢，张晓明是在继续说亮话，自信、强势、有力，不回避敏感追问。比如呢，对所谓制裁话题的正面刚。当然呢，张晓明也很有底气这么讲，他明确宣示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回敬的反制裁措施也一定呢会让他们长记性。那么我们会有反制措施让粗暴干预香港事务的人长记性吗？在我看来，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做出相关决定，这本身就是我们反制外方粗暴干预的实招举措。那我之前也曾经多次评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就是要彻底关上反中乱港者在港从政之门，也是要以此呢来闭合外部势力干预影响香港事务的机会之门。外部干预上手段当然是为了影响，是为了改变。所以呢，在这里要问的是，美国所谓施压干预乃至长臂制裁，去年影响了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实施吗？现在对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实施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吗？未来对香港特首、立法会议员产生能够起到什么外部作用吗？张晓明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是要提醒大家关注，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也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规划为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那么正如栗战书委员长他所郑重宣示的，中国也要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这呢，当然意味着中国将会以法治法，来切实维护国家、国民和企业利益。当然了，说到长臂管辖，为它提供支撑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所谓以霸权体系支撑的域外治权。比如呢，在涉港金融制裁背后为它做支撑的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金融霸权，是美国对国际支付清算体系的绝对的垄断权。同样遭受美方制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此前在接受香港本地电视台采访时曾经坦言，因为美方制裁开不了金融卡，那么家中呢存有大量的现金。当然，对这样一种生活不便，林太呢他也有和张晓明近似的表态，那就是为了香港的明天无怨无悔。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对所谓长臂管辖最有力的反制，让干预者最长记性的反制，就是呢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做强。就香港来说，就是实现由乱而治，持续繁荣稳定，这呢才是对外部干预最有力的反制。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这是硬道理。